女人只是在家里做了一顿美食，还没来得及享受，一个恍惚，听到有人喊自己，莫名其妙的就跟着人走了。看着地府办事大厅和窗口上的往生处等字，再次明确，这不是拍电影，他真的死了。来，拿着。438号，我去。大叔，你是439号。谢谢啊，丫头，幸好是439号，差一点就死38了，不知道谁死了这么倒霉。拿到438号。大叔因为听力受损，声音很大，整个办事大厅都看过来，所有鬼都低头查看自己手里的号码。下一秒，语音播报传来，请438号鬼魂到14号窗口办理往生业务。哼，你死得这么惨，果然是有原因的。尊敬的438号鬼魂您好，我是地府办事第38号办事员，真诚为您服务。你好。你好，请核对一下基础信息。明代，女，享年35岁，因为过度劳累突发心梗，于2333年3月30日晚上20点，在京城市蔷薇公寓1308号房间去世。看着屏幕上陌生的脸，有种不好的预感。那个小姐姐，你好，请问有什么疑问吗？这个好像不是我，我是粉黛的黛，不是朝代的代。原本笑嘻嘻的小姐姐眼睛蹭的一下张开了，布满血丝的眼珠子差点瞪了出来。反复确认了几遍，名字确实没错，也就是说勾错魂了。一声尖叫后，一群人上来围住了他们，然后明代和38号办事员连带电脑都被带到了会议室。明代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一个热情的吊死鬼小姐姐端来了一大堆吃的喝的递给他。38号办事员小姐姐扛着电脑，朝着一男鬼头上哐哐打，嘴里也在疯狂说被骂的是接他来地府的。看吧，工作事故，可惜了账户上那么多钱，必须让他们把我送回去。对不起，不用这样，你们把我送回去就行了。送不回去了，你的尸体已经被火化了。什么？怎么可能？我才刚死没有5小时，可能都没被发现，怎么就火化了？明小姐，您从人间来到地府已经5天了。您的师兄在第2天发现了您的尸体后，就告知了您的父母。您父母在得知您是自然死亡后，就委托您的师兄把您火化了。所以，明小姐，您被勾错魂确实是我们工作人员失职，您有什么要求，我们都会尽量满足的。能在地府躺赢吗？包吃包玩那种？这个恐怕不行，鬼魂最多只能在地府停留3天，之后再不离开，就只能魂飞魄散了。你们的工作人员怎么可以？他们不是鬼魂吗？他们也是，但是现在地府编制非常紧张，他们都是前几世就通过考试，又排队排了好几世才拿到的岗位。尤其是现在我们都是网上办公，名单都要提前30公示，所以没办法给您安排进去。所以我现在必须去投胎了，是吧？那能给我安排个好胎吗？富贵人家，出生不用上班上学的那种，最好是的。我还没当过男的，想体验一把站着尿尿是什么感觉。不会吧，这个忙都帮不了。那你还让我提要求，溜着我玩呢？明小姐，就是你投胎这个事出了点小问题。什么问题？在生死簿系统里，您还没死，按理说可以活到100岁，但是现在您又死了，所以系统里还没有来得及给您安排投胎的名额。所以安排投胎名额需要等多久？等到70年后就可以。70年？是的，只要70年，一般人死了，投胎名额就会自动出来的。我能在这里等70年吗？不行的亲，您只能在这里等待3天。那你的意思是，我就等着魂飞魄散呗？你们领导是谁？我要投诉你们。不，明小姐，您先坐下，我还有个办法。是这样的，鉴于是我们的员工产生的重大失误，所以我们打算赠送您一趟穿书旅行之旅。穿书旅行之旅？穿书旅行手册，地府首发，属于您的私人定制旅行。下面是一系列的定制方案，明代看着倒是挺感兴趣。您可以提要求，我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做私人定制，保证您玩得开心。但是太离谱的不行哈。不会是什么虐文吧？要死要活的那种？不是，这个肯定不是。您的角色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背景板，只是借助这个世界重生，不参与任何剧情哈。那我要出生在富裕家庭，不缺吃喝，不用干活，还要有聪明的大脑，健康的身体。没问题。再给我一个能储物空间，这个是穿越必备，你们有吧？最好是有啥灵泉啥的。这个当然有，但是灵泉不可以哈，给你安排的现实空，有空间可以，灵泉会被世界排斥的。我给你安排一个随时可以进出的种植空间，无限储物，也很受欢迎的。那里面要给我装满物资，符合我要去的时空物资。可以，这部分钱我们来出。这还可以，还有我在世的时候的钱，你们得这算给我，我带过去花了，要不然我死不瞑目。这个也是没问题，我给你折算成黄金，
这个是统一货币，各个时空都是可以使用。答应的也太痛快了，不会有诈吧？我的记忆会保留吧？会不会要去我干什么事情？还是真的全部免费？您的记忆会保留，我们的旅程全部免费，而且因为是首发任务旅行，所以还会有新手礼包赠送哦。我能知道我具体去哪吗？这个不可以泄露，公司要去保密，算是个旅程小惊喜，到时候会有指导手册的。好吧。签完合同后，来到时空镜子前，您只要跨过去就行了，放心，时空穿梭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明代点头，鼓起勇气踏了进去。女孩本是京城蒋司令家的小孙女，可惜出生没多久就被亲妈丢在了车站，让刚退伍的老光棍明长河捡回了家。长大后还要受极品大伯一家压榨。妈，她不会死了吧？没事，我刚试了下，有气，抓紧找。臭丫头还真会藏东西，存折藏哪了？妈，还是给她看看吧。她要是烧傻了，知青办不要她怎么办？妈，我可不想去乡下。邢翠兰被大女儿提醒，也觉得不妥，只能骂骂咧咧的出门去卫生院。屋里的明艳红想起明长河是在这个屋里死的，也跟着跑了出去。在他离开的一瞬间，床上的女孩就因为高烧抽搐死了。下一秒，一个异世界灵魂进入女孩的身体。我去，上当了。女孩的记忆随即涌上，自己的身份是一个炮灰小弟媳妇的堂妹。地府旅行社开发的新项目只是挂着时空旅行题的穿书项目，原来自己是小白鼠。知道自己现在联系不上地府，只能好好活着。明代摸了摸胸口的一颗红的发烫的小痣，应该就是空间了。进去。空间很多装修都和自己前世的大平层一样。这哪里是储藏室，是一座大型仓库吧？在空间里，明代特地给自己画了个病入膏肓妆。出来后，他把竹床推了出来，挤进墙角，拿出了邢翠兰一直要找的存折。把存折放入空间后，单手把床又推了回去。按照记忆里的位置，他来到一处大院2楼，敲响了门。谁呀？这么早？牛主任，打扰了，我这有个工作岗位的事情，想要和你谈一谈。牛琴的眼睛立刻亮了，他家闺女也到下乡的年纪，奈何买不到工作岗位，眼看着就要下乡了，这几天在家闹得不行。来，明代，你是知道什么岗位的信吗？牛琴是市医院后勤部的副主任，她的丈夫是医院采购科的主任，两人在医院都是有一定话语权的，这也是明代找上他的原因。一般人怕麻烦，估计也不敢买他手里的岗位。牛主任，我也不瞒您，是我要卖我的岗位。你也知道，我的工作是接的我爸爸的班。最近我大伯一家经常来医院闹，也影响非常不好。现在大伯母托关系偷偷给我报了下乡，让我替他家孩子，还让我把工作让给堂姐，实在太欺负人了，我气不过。但是下乡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肯定要去的，所以我想把工作给卖了，不能便宜我大伯母一家。好孩子，你这是受委屈了，你大伯母也太不是人了，让你这么小就去下乡。你放心，你的工作我买了，绝对不便宜你大伯母。就是我大伯母比较难缠，你买了我的工作可能比较麻烦。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弟弟是革委会的，明代现在工作基本是800块一个，我给你850，要是可以，咱们等会上班就去把事办了。牛主任，不用850，您给我700就行，我想再麻烦您点事。你说能帮到的我肯定帮。我想下乡后也不能放弃我爸爸教我的医术，要是可以看看能不能做个赤脚医生。你也知道，我从小就是个药罐子，干不了重活，所以想要一些医疗器械和药品。我配享小金人。这孩子不像表面看着那么柔弱，至少心机是有的，这样挺好的。这有啥？你输哪就有，我们先去办交接，办完我带你去拿。明代惊喜的抬头，红着眼看着牛琴，只看得牛琴心软，决定多给他一些药品。牛主任带着明代和闺女去了行政楼，因为人脉广，不一会就把流程都走完了。牛主任的先生高主任把明代要的东西拿到了，还给他找了一个掉漆的小药箱，看着有模有样。明代啊，这是750块钱，你可帮了牛一大忙了，这钱你收下。别客气，你就收下吧。见此，明代也明白人家的意思，麻利的拿着钱和药箱走人了。要是咱们的姑娘有这个眼头和心机，我也不用担心她下不下乡这个问题。这几天可真是折腾死了。咱们姑娘有爹有妈的，需要考虑这么多干嘛？也是，我想多了。行了，事办完了，我也该歇了，你上班吧。提着药箱出来的明代找了个公共厕所，趁着没人把药箱放进了空间。接上集，女孩从小被大伯母一家欺负，长大后还被报名代替堂姐下乡劳动。意外在养父留给自己的包里发现了不少的票，都是有地域和时间限制的，自己短期内也不会回来了，所以他打算都给用了。瓷盆来2个，瓷缸来2个，大白兔奶糖来3斤，棉布来9尺。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大包小包，尤其是棉花，他基本把供销社的存货买空了。
明代，你怎么买这么多棉花？下乡的地方是黑省，我怕被冻死，所以多买了些棉花。黑省这么远，你大伯母心够狠的哦。就是明长江一家真不要脸，明显是要吃绝户嘛。明代，你爸爸给你留了多少钱啊？你这么买，还有剩的吗？没有多少了，这次置办完东西也就差不多了。邻居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一个老太婆还想上手扒拉。明代直接提起，装作伤心的样子冲回了房间，不理会外面的议论纷纷。明代打量着这个房间，明爸爸当年捡他回来，发现家里没有他的房间了。有因为捡回了小明代一直被针对，当年明爸爸也是替大哥去当兵的，最后他带着小明代出来，用了退伍津贴买了这里最大的房间，自此没有回过家。现在他要走了，他不信这群邻居对他的房子不感兴趣，这会不饿，他决定去把房子搞定了。马六哥，马六哥，你是谁？半夜干啥？我是隔壁大院的马六哥，你要买房子吗？你有房子？明代简单把自己一个孤女被大伯一家迫害，马上要下乡，房子也要被霸占的故事讲了。马六人虽然混账，但是人很讲义气。有了房子，芳芳肯定愿意嫁给我了。你大伯真不是东西，这个房子你打算怎么买？我大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会找你闹，这个得提前告诉你。来呀，爷爷怕他呀。那房子400块给您，我也不多要，您帮我教训一下他们一家就行。400块，捡大便宜了。行啊，妹妹，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大伯一家安排的明明白白。我后天一早就走了，最好明天咱们就去房管局。于是两人约定了明天一早在房管局门口见面。分开后，明代溜溜达达地走在河堤上，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只觉得很新奇。哎，姑娘，快下来，不要想不开呀！哎，你们这些小年轻，小年纪，有什么好愁的？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我老太太还没活够呢。明代这才明白自己被当成要跳河的了，一脸无奈地听着，最后被老太太押着送回了家。一进大院，老太太就把自己如何英勇地把一个寻死少女从河岸上揪下来的事情讲了。周围的邻居一阵唏嘘，把明代的情况也讲了。明代则在他们的唏嘘声中偷偷回家了。来到房管局门口，门还没开。妹妹来得早啊，马上就开门了。妹妹，你吃早饭了吗？没有哥哥请你。马六哥，我吃过来的。来，妹妹数数，400整。明代接过，背着风认真地数了起来。这是我家钥匙，但是我建议你换把锁，我不确定我大伯家有没有我家的钥匙。你放心，妹妹。半个小时后，两人出来，脸上都是笑容。马六哥，我明天一早就走了，你直接过去收房就行了，东西我都打包好了。分开后，明代打算去干最后一件事。女孩刚重生就发现自己被原主大伯一家安排的明明白白，还要代替他们的女儿下乡劳动。你好，同志，是来报名下乡的吗？我报过名了，想问下能不能改个下乡的地方？已经定好了，不能改了。我家给我报名的京城附近的公社，我不喜欢，我想到黑省发光发热，您看可以改吗？倒是有个黑省的想要换得近一点，也不是不可以，就是得有人愿意跟你换才行。主任还能报下乡吗？我堂哥该下乡，但是他忘记报名了，我来替他报个名。真的？不信你查一下，柳儿胡同的明家，他们家有2个孩子，一个20，一个18，都没有下过乡呢。齐主任一顿翻看，确实如此，只不过上面的下乡名单上已经有人了。明代还真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我正好缺一个名额。明耀祖是吧？下乡到哪里？大西北吧，我堂哥觉悟高。小丫头心挺黑，但是能解决一个大西北的名额，我双手赞成。可以了，明代的我就给你改到黑省的红旗公社，正好有个人想要换回来。主任，如果有人过来问谁给明耀祖报的名，麻烦您说是明艳红。齐主任看在他帮自己解决了难题的份上，决定答应，心事了结了。明代心情很好，路过国营饭店的时候，想着走之前也尝尝国营饭店的厨艺。同志你好，我要一份红烧肉、4喜丸子、香酥鱼和糖醋排骨，再要一份大米饭。你找事也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吧。我怎么了？什么身份一顿点4个荤菜啊？4个菜是吧？能做。您有钱合票吗？多少钱？6块6，6两粮票，2斤肉票，你有吗？明代没有说话，小手在包里一顿倒腾，不一会，一沓钞票和票据放在了柜台上。服务员黑着脸到后台点餐去了。自此，国营饭店有一个人点了4个荤菜的传说。这边吃饱喝足的明代刚回家，美美的睡了个午觉。明代，你个臭丫头，快开门！不敬长辈的玩意，故意躲着我是吧？你给我开门！他可听隔壁王大花说了，这妮子把明朝人的钱都花了，给自己置办下乡的东西，这怎么能行？那可是要给他儿子娶媳妇。啧，大伯母人老了，童子功依旧在啊。他们的谁在家嚎丧呢？刚下夜班回家补觉的老光棍李大侃被吵醒，骂骂咧咧的走了过来。李叔，快来帮忙，我大伯母劈叉站不起来了。哎呀，这摔得不轻啊！大侄女别怕，李叔现在就带你大伯母去医院。大伯母去医院了，你不跟去看看吗？
明长江这边得知自己老婆被老光棍当街抱到医院，感觉丢尽脸面。你这些天过去大院是不是会奸夫去的？说什么时候勾搭上的？我没有，长江，我真的没有，我就是去找明代那死丫头的，是她害我摔倒，也是她喊那个老光棍过来抱我的啊！爸，真的，妈每次去我都跟着，真的是明代那个死丫头搞的鬼，她还把我绊倒了。他其实是知道邢翠兰是没有那个胆子出轨的，但是谁让他倒霉，自己在厂子里正好受气回来，撞枪口上，怨不到其他人，怪他运气不好。爸给我20块钱，我请慧芬看电影去。怎么要这么多？上个星期不是刚给你了15吗？看完电影不得去吃饭吗？慧芬你是知道的，不是国营饭店不去，想要请他吃饭的人可不是少数。我要是抠抠搜搜的，他还愿意跟我出去吗？明长江皱眉，儿子为了追女朋友，前后后在他这拿快100块钱了。你们进展怎么样了？放心吧，我是谁？快了，就看爸您给不给力了。想着马慧芬是有厂马主任的女儿，要是真能成亲家，那么她升保卫科主任的事情就有把握了。行，你等着，死人啊你！不知道去做饭，老子回家一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养你们有什么用？而明耀祖看都没看他们一眼，瘫坐在沙发上，想着马慧芬娇俏傲气的样子。少花点，尽快把人拿下。瞧好吧，爸，明天就把儿媳妇给您带回来。今天晚上耗子约我打牌，我就不回家了哈。说完穿上钱就走了。很快晚饭就做好了。明代的工作什么时候交给艳红？邢翠兰身子一僵，今天她就是去办这个事情的，可惜发生了意外，啥都没办成。没用的东西，明天早上我亲自过去，办完再让他上火车，来得及。明艳听到也松了口气，有他爸出马，工作的事情应该稳了。晚上，邢翠兰被明长江赶去和女儿一起睡。明天看爸爸不打死这小贱人，要不是他，妈你也不会出这么大的丑。你个死丫头，不知道拦着点儿，就这么生生看着。妈，我不是故意的，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哼，这个小贱人能嚣张到什么时候？明天交接完工作，直接把他塞上火车下乡。傻子可早就喊着要新媳妇儿了。妈，王大花不说他买了不少棉花吗？明天得要过来。对，那都是你小叔的钱买的，他没儿子，死了理应给耀祖用，哪是那个野种能用的？明艳红撇嘴，爸妈只想着弟弟要结婚，也不想自己都是大姑娘了，马上也要结婚，可她现在一个嫁妆都没有见到。转念一想到自己的对象是肉联厂主任的小儿子，以后自己要是嫁进去的话，就是一辈子不愁肉吃了。第二天一大早，明长江早早的起来了，一脚踹开女儿的房门。还他妈睡呢！床上的母女两人立刻爬起来，穿衣穿鞋不到1分钟就出现在门口。终于要让那个小贱人尝尝皮带的滋味了。到了大院，三人直奔明代的房子，两人目瞪口呆的看着家徒四壁的房间，都傻愣住了。明艳红见父亲迟迟没有动作，上前一看，也被空空如也的房间震惊了。小贱人呐！闭嘴！看样子明代那丫头是听到风声跑路了。怎么办？蠢货！明长江转身朝火车站方向跑去，他不信明代敢当盲流，肯定要去乡下的，现在去火车站一定能堵到人。女孩重生70年代，开局就被大伯父一家算计，没想到靠着重生空间，趁着晚上没人，悄悄来到了火车站，随便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进去空间。此刻他还在呼呼大睡，所以明长江把整个火车站都找遍了，也没有发现人。就在明长江以为明代真的胆子大了，打算做盲流不去下乡的时候，爸，是儿子，耀祖，主任，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把我儿子抓了？你们家2个孩子按照规定必须有一个下乡，明耀祖报名了，我带他下乡，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明代下乡了吗？明代是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不耽误你家耀祖下乡啊，他报名了。谁给他报名的？明艳红啊，也说是你家的。说完不看傻眼的明长江，示意手下的人把明耀祖押上了车。这是下乡位置，你儿子走得匆忙，估计什么都没带，你给他往这个地址寄吧。看到地址是大西北的时候，心态完全崩了，这是他的独苗苗，心肝肉啊！长江，耀祖怎么上车了？快让他下来啊！明长江僵硬的把视线转到妻女身上，尤其是看到明艳红，内心的邪火冒了上来，默默的拿出了皮带，大庭广众下把邢翠兰和明艳红抽了个半死。车站的人被震惊了，来不及阻止，明艳红半条命下去了。明代趁着这股骚乱上了车。你不难过吗？昨天哭过了。你是哪里的人啊？我是城东的。哦，我是城西的。你们好，我叫齐志军，18岁，刚高中毕业，响应上山下乡任务，自愿到黑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方柔，18岁，高中毕业，也是到黑省下乡。开局就碰到女主和男二，难道我一个炮灰还要走剧情线吗？好巧，我也是18岁，我叫柳燕，燕儿的燕，高中毕业，同样是到黑省下乡。你们不会也是红旗公社吧？我和小柔也是红旗公社，还真是巧了。同志，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齐志军露出友好的笑容，在柳燕看来却是明代故意不说话，让齐志军注意到他。我叫明代，14岁，高中毕业，黑省红旗公社下乡。14岁，高中毕业，骗人的吧？小妹妹，姐姐不是质疑你，就是你14岁，不可能读完高中的。唯一没有出生的方柔看着对面的明代，仔细搜索了一遍记忆，还是没有发现相关记忆。确实14岁，我上学早，中间跳了2级。眼看齐志军对明代的兴趣越来越大，柳燕赶紧找了个话题绊住了齐志军。明代继续盯着桌面发呆，内心却在狂刷小说。方柔看着眼前的一幕幕闪现的场景，也陷入了沉思。方家也是军政世家，指自己上一世自己没有看清形势，在京城里憨吃傻长，长大后嫁给了同一个大院的齐志军。后面才发现对他最好的是罗成，想到这，他想见到罗成的心更加急切了。以后探亲回家，我们可以约着一起在京城玩了。我们应该都是城东的吧？搞事情。我和小柔都是在军部大院里面。抱歉，我忘记了，明代家不是城东的，他家是城西的。一时间，三人的视线都对准了正在啃大饼的明代。咋地？你没有意见？女孩被鬼差抓错，意外拿到了炮灰重生剧情，却不想也要走剧情路线，遇上了一同到黑省的女主和男二。咋地？你没有意见？一下火车，黑省的风就给大家来了个下马威。明代背着包袱也忍不住抖了一下，幸好自己穿的厚，不然也和其他人一样冻成鹌鹑。红旗公社，红旗公社。副主任穿着干部服，冻的声音都变音了，按照着名单念知青名字。不一会清点完人数，一股脑全轰上了拖拉机，趁着天亮，他们还得抓紧回去。明代趁着没人注意，从包里拿出一个厚毯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和他一样有准备的是方柔。方柔，快来这里有座位。帮我把包里的斗篷拿出来一下。众人只觉得他太娇气，很快他们就不这么想了。拖拉机开得不快，但是风很大。终于在天黑之前，他们到了公社。今天太晚了，公社留他们在招待所住上一晚，明天一大早各个大队再过来接人。不是，你快点呀！只见柳燕一堆东西，麻袋还在身上裹着，手脚又冻麻了，动作就更慢了。齐志军早就跟着方柔下车，看都没看他一眼。对于柳燕这样的人，你帮他，他反而会觉得你瞧不起他。果然，他红着眼低头下车，对帮他的2个女知青一句谢谢都没有。第二天一大早，明代就醒了，悄悄把被窝里的电暖宝收起来了。门外，副主任已经在等着了，还有几架马车，应该是各个大队来接人的。看着瘦小的明代，各大队长内心 OS： 千万不要是我们大队的。好好干活，不要找事。上河村大队，马户邵小军、冯小娟；下河村大队，葛伟、郝建、刘长奇；柳家湾大队，张小军、秦芳芳、刘大业、明代、方柔、齐志军、柳燕。齐活带回去吧。大队长，走不走啊？冻死人了。行了，把东西放车上吧，先回去。柳燕这次有经验了，一个箭步把自己的大麻袋甩了上去，一屁股坐到了马车上。干什么？干什么？谁让你们坐的？说完把柳燕赶下来。干啥不让坐啊？刘老三是个豁牙小老头，排行老3，人称柳三爷，在柳家湾辈分很高，要不然这份清闲工作也轮不到他做。做个屁！一个个大屁股的都上来了，不把马累死了？只准放行李，不准做人。方柔听着身旁的柳燕的抽泣，面无表情。上一世自己也闹过，也别说屁股大，只是比柳燕有骨气多了，和刘老三闹了一通，还闹来了副主任，被批了一顿，但是也坐上了马车。这一世自己打死也不抢出头了，谁爱闹谁闹，我是来找生命伴侣的。走了1小时后，方柔的脸色很难看了，一旁的柳燕顾不上难过了，体力也到达了极限。张小军看着踉跄的柳燕，眼珠子一转：同志，女同志，你还好吗？这话一出，听到后面动静的大队长立刻叫停了车。柳燕也反应过来了，摇晃了几下就要昏倒。同志，俺娘来，不会有事吧？你快醒醒了。大队长走了过来，看着昏倒的女知青，知道她是假装的。行了，都去车上坐着吧，就这么点路闹这么多幺蛾子，真不知道你们下来干什么的。明代抱着包袱看着这个即将生活5年的村子。走吧，现在你们去知青点。宋知青、方明阳和陈二红在吗？在的，都在厨房取暖，我喊他们出来。大队长，您来了。方知青和陈知青，新来的知青来了，我把他们交给你了，你们都是老大哥老大姐，好好带带他们。2人赶紧点头，对着大队长说了好些话，送他出去。方柔嫌恶地垂下了眼，要不是为了罗成，他真的不愿意来这里。等到把大队长送走，方明阳和陈二红的脸色就沉了下来。走吧，先回屋，太冷了。首先，我代表柳家湾的老知青欢迎新鲜血液的加入，大家鼓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方明阳，算是最早一批来柳家湾下乡的知青，在这扎根8年了，目前是知青点的负责人，
也是南知青这边的队长，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找我商量，以后我们一起进步。知青点现在有老知青11人，男知青8人，女知青3人，咱们还有其他知青成家搬出去的，不在这边，以后再给大家介绍。现在先让老知青自我介绍一下，再由新知青来。我叫陈二红，女知青这边的队长，女知青有事可以找我。话很短，然后是剩下的老知青介绍。3个女知青很好认，除了陈二红外，刚刚开门的是宋兰兰，眼睛一直在新来的男知青之间跳转，最后锁定了齐志军，露出志在必得的神情。另一个是正在做饭的周桂平，明代对他印象深刻的原因是他扒拉头巾时掉落的虱子。我才不要和他一个屋。男知青除了方明阳，还有7个男知青，都是老光棍。老知青介绍完后，轮到了新知青，大家也按照老知青的思路讲了一遍，说的比较多的就是张小军和柳燕。张小军是和方明阳聊得多，柳燕则是为了彰显他和方柔、齐志军都来自京城东城，并拉踩了一下城西的明代。明代还是那副木讷样子，仿佛被说的人不是他一样。总之会面还可以。本来你们第1天到了，应该请你们吃个饭的，但是咱们这里和城里不一样，所有口粮都是公分挣来的。我们知青在队里地位不太高，公分也挣得少，所以一向都是只够个人吃的，就没办法来招待你们了。不过你们放心，你们的口粮都在大队部，等会你们选好床铺，就可以去大队部领粮食了。我们正好也吃完饭，你们可以用炉灶，这次柴火和水就让你们免费用了，大家都是知青，相互照顾哈。这话说的其实就是告诉他们，以后不要用他们的柴火和水。知青点有好几个房间，但是只有2间房子现在有炕，大一点的男知青住，小一点的女知青住。明代的脸立刻就垮了，他不想长虱子啊。男知青这边也不是很满意，他们的房间是大，但是已经住了6个人了，还剩下的位置勉强还能睡2个人，3个人就很挤了，更不要说4个人。队长，我们也不是找事儿，只是咱们房间太挤了，我们住进了，势必要影响到你们睡觉的位置，所以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选择啊？倒是有个地方也算咱们知青点的。张小军和刘大爷大喜，明代也支棱起耳朵。还是算了，那边有点特殊。队长，你不会是不想我们过去住吧？也罢，我就带你们过去看看吧。你的选择是对的，看着吧，明天他们就得哭着回来，还得和咱们一起住。有问题？这也是知青蔫吗？算是吧，反正这里住的人也是知青，就是他脑子出了点问题，经常闹事，所以就让他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了。脑子有问题，经常闹事。明代回忆了一下故事情节，很快就知道方明阳说的是谁了，也是一个路人甲人物周思年。他看着一脸正义的方明阳，呵呵，这也不是好人呢。书里对周思年的描写不多，他是从战场上下来的，好像也才20岁，受刺激发疯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送到了红旗公社下乡。在来柳家湾之前，他已经在公社的各个村子待过了，每个村子只待了一段时间。原因是因为周思年有疯病，他打人打得很凶，几次都差点把人打死。而且他本人武力值很高，防备心很重，不论是公社和大队，围剿了几次都对他没有办法。打不过想送走，上面有人压着，不让他回城，只能各个大队轮流守着。春天的时候，他被柳大柱一脸沉痛的接了过来，安排在知青点。第1个晚上就把知青点的人揍了个遍，真的是揍了个遍，不论男女，全部打趴下了。原因是他带来的东西少了1包糖。罪魁祸首就是宋兰兰，他拿了人家的糖，抱着法不责众的想法分给了其他人。后来周思年发现了后面的青砖大瓦房，直接把锁拔了，住了进去。方明阳他们看着心动，也想住进去，结果就是又被打了一顿。书里周思年主要的作用是在方柔重生前，新知青住进来后，张小军就拿了周思年的大米煮粥，因此他们被集体揍了一顿，扔了出去。只是后来周思年不知道怎么死在了山里，书里就没有再多的描写了。同时明代也想起方柔去干嘛了，他重生后就知道了知青点的情况，又不愿意去砖瓦房挨揍，直接去找大队长谈判，给他们在其他几个房间盘炕了。不过盘炕也要时间，女主和男二是寄住在村里人家的，方柔好像是走了关系，直接住进了罗成的寡母家里。这个时候罗成还没有因伤退伍，好像是明年的事情。不管了，他是要住这里的，和疯子相比，他更害怕狮子。明知青和刘知青，你们住这间，我们住南知青这一间。明代点头，扛着包裹直接去了空着的房间。张知青、刘知青，多亏了你们，要不然我和明知青还不知道今晚要怎么睡。明知青他还小，你们别介意。明代在屋里翻了个白眼，还真的会拉踩。刘大爷和张小军也真的不开心，总感觉被明代白白占了便宜。很快明代出来，给他们1人分了颗大白兔奶糖，他们又觉得这个小同志很可以嘛。进来。里面坐着3个人，抽着烟袋的是大队长柳大柱，一旁端着茶缸子的是书记柳庆民，比较年轻的是会计柳国强。来了。大队长好，我是明代，来领我的粮食。小丫头这么小就下乡了，有15了吗？14了，虚岁15。这么小，家里怎么舍得呀？我爸爸今年去世了，我成了孤儿，本来接了爸爸的班，在医院上班，但是大伯让我替家里的堂哥下乡，把房子给堂哥结婚，我没办法才下来的。家里有闺女的书记立刻心酸了，这丫头不容易啊。明代这番示弱是有原因的。
柳家湾之所以排斥知青，一方面是之前的知青作死，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知青的心不在这，总想着回城，家里的人也跟着想办法让他们回去。总之，心不在这，人在这，没用。明代这样的情况反而更能被柳家湾的人接受，他成了孤儿，被大伯一家迫害下乡，相当于是个孤家寡人。这样的人更会扎根农村，愿意留在柳家湾。而且他说了自己在医院上班，不管干什么都是技术活，以后他要当医生也打好了铺垫。何况柳家湾的书记柳庆民是个疼闺女的，队上的积分员的工作都只给了家里唯一的闺女，没考虑儿子和儿媳妇。果然，他说完这些后，柳大柱的态度也好了很多。没事，丫头，在咱们这里也挺好的，虽然冷了点，但是只要肯干，不缺吃喝的。是的，我爸爸生前也说了，城里不见得比乡下好，城里人还有挨饿的时候，乡下就不一定了。咋地？城里还能差了不成？明代就把城里到处要票、住房紧张的事情讲了，三人听得唏嘘不已。看看，还是咱们乡下好，房子想盖多大就多大的。就是，咱们至少能吃饱，哪里想到有钱也买不到粮食这样的事情。丫头，你们知青这个冬天可以领20斤细粮或者60斤粗粮，你看你选择哪个？大队长，我领细粮吧，我来之前把家里的东西都变卖了，买了一些粮食预备着带了过来，应该能撑一阵子。好，国强，你给记上细粮20斤，另外再给你们一些土豆和白菜，等会你挑一下，别拿发芽的，白菜拿大的。你看这亲切的好处不就来了吗？大队长，我没想到自从爸爸去世后，长辈的嘱托我在柳家湾再次听到了，这里比城里更像我的家了。您放心，我一定好好扎根农村，好好干活，绝对不搞事情。好孩子，你懂事就好。大队长，我爸爸走得急，很多人情世故没给我讲，我也是凭着心意做事，要是我不对，您教我。这是罗汉果，泡茶喝对喉咙好。您抽烟，我刚听着喉咙有痰，这个您泡茶喝合适。书记，这个蝴蝶发卡是我戴过的，有一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您和我爸爸很像，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闺女，不介意我戴过的话您收下。我那还有一个，以后有机会认识个姐姐或者妹妹，我也是很珍惜的。柳会计，这个钢笔您看看，也是我用过的，但是笔尖还是很新的，我看您用钢笔很爱惜，应该是个喜欢写字的人，不介意的话这个给您。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罗汉果是我自己炮制的，蝴蝶发卡和钢笔是我上学考试的第1的奖品，都没花钱，只是我的一番心意，应该不违规吧？好闺女，难为你听到俺咳嗽就想了这么多，俺收下，你做得很好了，不会违规的，也是个可怜的娃娃，到了咱们柳家湾也就算是回家，有空来叔家，让你婶子给你烙油饼吃。你这礼物送的正合适，俺家你姐姐苗要过18生日，正想着要个发卡呢，有空你来家玩，你婶子包饺子好吃。柳会计没说句话，笑着点头，心里想着以后算公分得多想着明代，这姑娘实诚的让人心疼啊。最后走的时候，三人担心他拿不了这么多东西，还要帮着送过去，被明代义正言辞的拒绝了，说我不能因为自己让你们难做，我自己带过去就行了，以后我就要在这里扎根了，先从抗口粮适应起来吧。这才是好孩子好知青啊。哼，之前的那俩货什么玩意，跟咱们一条心的，咱们就多照顾着，那没心没肺的多干活就行了。搞什么？大半夜的不睡觉！下一刻，西厢房的门被撞开，一道高大的黑影闯了进来。明代被这声音吓了一跳，缩在包袱后面没敢出声。即使没有光亮，明代也知道他在盯着自己，那野兽一般锁定猎物的目光让明代的全身的汗毛直立。我没吃你的粮食。黑影羞得靠近，在他脸边嗅了嗅。明代无语，他是通过嗅觉确认谁吃了他的大米的呀。你饿了，我给你拿吃的，你不打我好不好？鸡蛋糕可以吃。 2 hours later， 明知青，你领了什么呀？要不要帮忙？要不我帮你送过去，但是得等我们领粮食回来。明代内心翻个白眼，伪君子。依旧是摇摇头，咬着牙往前走。行了，明知青肯定自己可以，咱们快去领粮食吧，我都要饿死了。两人立刻跟着走了，丝毫没有帮忙的意思。哼，刘知青、张知青，你们会做饭吗？我会，我帮你们做吧。刘大业求之不得，他觉得君子远离袍祖，这就不是男人干的活。张小军则是看出了柳燕蹭饭的心思，但是这粮食是他们在炕上捡的，给他蹭饭不心疼。柳燕欣喜的接过，看着两人脸色往里倒大米，米越倒越多，俩人都没有开口阻止。最后他心一横，把整袋米都倒进去。于是这三个不要脸的守着厨房，吃了一锅大米饭。前院的知青点，这回热闹极了。老知青拿着油灯，把被打成猪头的三人接了回去。看着他们身上穿戴整齐，没有要入睡的意思，张小军意识到他们被整了。这次怎么打得这么狠？得多疼啊！就是这次女的也打得狠，之前女的还能轻一点呢。哎，另外一个小矮子呢？你全家小矮子。
不知道，不会打死了吧？那去看看。我不去，你去。最后谁都没有去看明代怎么样。第二天一大早，前院的知青点就有人起床了，探头探脑的看着后面的动静，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绕过隐蔽墙过来看看。凡人精走了，今晚他要好好收拾一下房间。但是首要问题，他要把柴火问题解决了。从房间出来，看了看外面，小院依旧很是杂乱。他走进厨房，看了看灶台，昨晚刘大爷他们吃完饭，锅都没刷，饭倒是吃了个干净。真是无耻！我用下厨房你带的柴火好不好？我做早饭请你吃，柴火晚上还给你，你不出来，我当你同意了哦。又等了一会，还是没有声音。明代转身去了厨房，把昨天领到的食物搬到厨房。刚放下东西，厨房门口就出现了一片阴影。明代抬头去看，一个身高有1.9米的高大瘦削的男人正盯着他看。这就是周思年。明代仔细看了一下，他棉衣的左袖子和右衣领是湿的，裤脚和鞋子也是湿的，站着的地方已经印出来一圈水渍了。所以他是把棉衣洗了吗？这人是真的有病啊！谁大冬天的洗棉衣棉裤啊？根本干不了好吗？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有备用的棉衣和棉裤，明代有些头疼。你饿了吗？周思年还是没有回答，只是盯着他看。我用我的粮食做早饭，咱们一起吃好不好？让我出去一下行不行？我去拿做饭的工具和调料。男人盯着他一动不动。明代耐着性子又说了一遍。几分钟后，周思年让开了条缝隙。明代嘴角抽了抽，正点缝隙，也就他这豆芽菜身板可以过去了。进屋后，他火速把要拿的东西找齐，想了想，比照着周思年的身高，找了身衣服和鞋子，一起拿了过去。